방치의 결과라고 생각이 들긴 하거든요. 训犬师的直白换来的是女主人满脸的不屑，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。明明是自己的疏忽让两只狗打得头破血流，她竟还在训犬师面前流下了委屈的泪水。 근데 결론은 그렇게 해서 바뀌는 게 없다는 게 답답한 거죠. 原来女主人之前临时保护了4只恶霸犬，最后只留下了6岁的雄性犬阿库以及4岁的雌性犬顺心。也许很多人会被恶霸犬的外表劝退，但女主人却偏偏对他们情有独钟。尽管恶霸犬肌肉发达，对人类很友好，但对同类却天生有着攻击性，所以女主人就在客厅筑起了万里防火墙。有时候她会用刷子耐心地给顺心梳毛，这简直跟修驴蹄一样让人解压。 우리 아내가 가끔씩 저걸 저한테 해주는데 진짜. 移动的栅栏让家里变成了狗之迷宫，这仅仅是为了让他们错开彼此而已。如此操作，女主人每天要做上好几次，而她仿佛也成了困在笼子里的人。但谁知这依旧无法阻挡意外的降临。某一天，阿库还是袭击了顺心。其实，曾经的顺心一直是阿库的跟屁虫，他们的感情就如同两小无猜一般。阿库是一只性情沉静、喜欢独处的狗，但顺心却总喜欢黏着他，这让阿库的身心非常抗拒。忍无可忍的他只能被迫反击，慢慢的玩笑就变质成为了怒火。阿库把顺心咬进了医院3次，满脸的伤口让他不得不接受手术，这才有了开头画面里栅栏的出现。连续2年，他都坚持用栅栏把2只狗隔开，他只希望意外不要再次降临。 나름대로 그래도 뭔가 방법을 찾으신 것 같네요. 其实之前还有只临时保护犬冠军也被咬伤过，就连他的牙齿都被阿库咬掉了1颗，纱布上的鲜血仿佛在控诉着加害者的罪行。而女主人在拉架时也被咬断了手骨，她至少需要1年才能恢复过来。直到现在，她的手指还很难正常弯曲，这也让她不得不放弃了美发师的事业。阿库不仅敢明目张胆地对女主人低吼，而且在打完她后更会蹬鼻子上脸，简单的擦拭会引发摩托车般的轰鸣，哪怕搂在怀里也免不了低吼回应。 근데 어떻게 보면 애교 떠는 것 같아 보이기도 하는데. 그런데 저건 아니에요. 저 바디랭귀지가 완전 다르잖아요. 画面一转，女主人和顺心在客厅做起了游戏，这让卧室里的阿库费都要气炸了。江迅马上就指出这是十分危险的行为，因为对狗狗来说空间感很重要。顺心突然来到阿库生活多年的地方玩耍，这会让他感觉自己的某种东西被抢走了。接着，女主人又把顺心叫到厨房开小灶，这明目张胆的偏心也让女嘉宾摸不着头脑。因为自从顺心被咬伤后，每天都小心翼翼的，所以心疼她的女主人就想多照顾她些。如此明目张胆的偏袒，也在阿库心里埋下了颗种子。画面一转，女主人的姐姐来到了家里做客，她几乎每天都会来帮忙带狗狗散步，所以2只狗见到她就明白运动时间到了。其实恶霸犬是比其他狗更需要运动的犬种，如果它们缺乏锻炼，可能会导致肌肉萎缩而生病的。带好脸基尼的2只狗很快就来到了室外，他们请来了辅助犬，想测试一下阿库，但还没等他发功，顺心就先冲了过去，他的横冲直撞直接把辅助犬吓跑了。反观阿库却丝毫没有攻击的行为。江迅表示，除了顺心的攻击性，主人也有问题。当狗子想暴冲的时候，他完全控制不了。此刻顺心化身为了蒙面的肌肉暴徒，仿佛在室外他就成了君临天下的霸主。尤其是见到动物表现出的攻击性令人胆寒，甚至路过的行人也在他的攻击名单内，这搞得女主人每次出门都胆战心惊的。家中霸主阿库以及蒙面狂魔顺心似乎都不是省油的灯，面对他们，江迅逐渐变得严肃了起来。其实当初2只狗的到来完全改变了女主人的生活，她破天荒地尝到了不再孤独的幸福滋味，但频发的意外却骤然打破了这份平静，让她的心神再度处于紧绷之中。为了摆脱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，她联系了节目组，希望江迅能让他们重新回到无忧无虑的日子。女徒弟感慨，恶霸犬的攻击性果然名不虚传，就像之前的节目中，江迅被它咬伤去了医院。其实恶霸犬并不是被美国官方注册的犬种，它是由比特犬和斯塔夫郡梗为主培育出来的。虽然这2个犬种是韩国法律规定中的猛犬，有趣的是恶霸犬却没有被定义为猛犬，不过它的攻击性你绝对不可小觑。尽管有时候它会对人类很友好，但遇到刺激时也很难控制住自己，所以江迅觉得恶霸犬其实应该被列为猛犬范畴，因为这样可以避免很多菜鸟主人去饲养它。其实有时候监护人的力量可以塑造狗狗的个性，冠军的惨剧恰恰就是因为监护人而造成的。 상황을 파악하고 안전을 대비하는 게 조금 부족하시지 않나. 2只狗如同定时炸弹般让众人担心，徒弟和嘉宾也吓得不敢去现场了。江迅再三嘱咐他们到家里不要越过栅栏，见师傅如此提醒，他们心中退意更甚。门铃的响起让阿库化为吠叫不止的凶兽，而前辈也马上按住门把手，防止被偷袭。没想到还没进门，他们就挨了一记下马威。 这也再次证明了监护人没有控制住2只猛犬的能力。扑面而来的凶煞之气让3人汗毛倒竖，而此起彼伏的叫声让他们无法交流。완전히 통제가 됩니까?
其实一开始是朋友委托他照顾阿库1周的，但谁知一拖再拖后，朋友就失联了。为了让年幼的阿库有个陪伴，他就领养了顺心，但他也没想到二者有着截然相反的性格。看着正在骑胯抱枕的阿库，江训长叹一口气。他说阿库觉得女主人不会保护他，所以他才选择成为了家里的领头羊。接着前辈起身靠近顺心，想试探一下，后者也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敌意。狗狗离陌生人那么近，主人却还在调侃，这在江训看来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看着前辈投喂顺心，阿库口水流了一地，而女嘉宾也参与到了临时投喂当中。最后他们得出了顺心只是警戒的程度，而阿库的情况则较为严重。一般狗狗生气的时候就会产生攻击性，但往往有的主人会觉得它在闹着玩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已经很危险了。像女主人刚才就犯了很多错误，这很可能把大家置于危险之中。之前阿库看见摄影师就想跳出来攻击，而他的这种爆发力完全是不可预料的。训犬师一进门就用夹子音和顺心打了招呼，而另一边的阿库则开始卖力的骑胯。江训并没有选择马上坐下聊天，而是先拿了些零食给2只狗投喂。之前见到问题犬，他一般不会先喂零食，但今天的特殊行为却有着深意，因为它们是一碰就会爆炸的狗，所以他故意在2只狗面前低头坐下。如果不迎合顺从他们的话，对方很可能会向训犬师扑过去，而女主人却帮不上什么忙。没想到江训的直白深深刺痛了他的心，这时大叫的顺心就成了他自证的目标。他拿起拖把大声呵斥对方，仿佛在奋力反驳自己才不是无能的主人。江训说，如果是陌生人举起棍子早就被咬了，也就是因为监护人的身份他才没被攻击。再看女主人的脸上完全是不屑一顾的神情，然而江训却没有再给他留半分情面。当初顺心欺负阿库的时候，主人没有制止，于是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摆脱困境。谁知一来二去打出了真火，这才有了后来顺心被咬的局面。如果监护人一开始制止了他的霸凌行为，也许阿库就不会被逼上梁山了。其实2只狗需要的是能压制他们的领导者，但听见此话的女主人却极其不耐烦。江训见状只能用软话来安慰她。一个无法控制狗的主人才是最大的问题。狗狗目前需要的是运动锻炼，每天带它们出门跑步3次，不管是骑自行车还是自己带着跑，监护人必须要一起运动起来才行。江训继续问到为什么把冠军带回来做临时保护，这时绷不住的女主人终于流下了泪水。她说当时他们3个相处得很好，但没想到意外降临的却是那么的突然。其实江训看得出阿库是那种不能碰的狗，他不仅会对同类做出威胁性行为，即便对监护人也会带有审视的意味。由此看来，他的危险性已经昭然若揭。할 수 있는 게 뭐지라는 고민이 좀 많이 들거든요. 팩트를 짚어주신 게 맞아요. 바뀌는 게 없다는 게 답답한 거죠. 女主人和狗狗的情况让江训没了办法，如此绝境，他也只能长叹一口气。为了节目继续下去，他提出到室外测试一下。当牵引绳和脸基尼戴好后，阿库就出门了。江训觉得此时安静的狗子还不错，他让前辈扮演路人来试探一下阿库。伴随着不断靠近，他跟女主人打起了招呼。不过如此远的握手距离是在搞笑吗？阿库的威慑力由此可见一斑啊。可是脸基尼狗子似乎对他没什么兴趣，看来他对陌生人的攻击性还好。训犬师继续让辅助犬登场，看看他的反应如何。虽然阿库眼中充满了好奇，却依旧没什么动作。伴随着柯基犬的靠近，他开始兴奋起来了。一旁的女主人也死死拽住了绳子，因为她从没带阿库如此近距离的靠近过其他狗，所以她还真不知道阿库对同类犬的攻击性如何。当柯基犬离开再回来后，阿库一直保持着警戒。一般的狗害怕或者防御是会大叫的，然而阿库却死死盯着对方。尽管辅助犬扭过头回避了视线，但是他依旧看着他散发出威胁的气势，可见他对同类的攻击性远大于人类。江训让摄像机退后，让阿库往前走。他在路过辅助犬时并没有攻击他，可见阿库的攻击水平是属于正常范畴的。虽然面对同类时态度并没有很友善，所以才需要主人更严格的管控和训练。在阿库之后，他们又把顺心带了下来进行测试。순심이는 목줄이 없어요? 목줄 없는데. 当前辈靠近打招呼时，顺心并没有出格的举动，在这点上他和阿库的态度基本一样，但江训却说这给他的感觉不怎么好。一般的狗要么装作没看见，要么会热烈欢迎，然而顺心却坐在女主人旁观察着周围。不过柯基犬刚要靠近顺心就兴奋地跳了起来，他对同类的警戒性要远远超过阿库。女主人说一般自己会拉紧绳子来制止他。伴随着辅助犬的靠近，顺心的挣扎越发激烈了。如果没有绳子，他可能早就冲过去大开杀戒了。面对暴躁的顺心，江训拿出了杀手锏屁链，然而柯基却对这个蒙面悍将十分恐惧。女主人赶紧把顺心逼到了墙角。 보호자님 잡으면 화내는 것밖에 안 돼서 줄로만 하는 게 좋아요. 当江训接过绳子后，2个提拉就让顺心泄了气。
他告诉女主人，屁链其实是弥补主人力量不足的工具，而绳子也不需要太长适中就可以了。 앉아 빨리. 앉아 빨리. 이거는 명령이 아니야. 正确的指令不应该带着过多的情绪，因为那只是在发泄，并非是命令。简单果断的语气才能让狗子更好的执行。在主人几次训练后，顺心已经平静下来了，而且也乖乖完成了做下指令。虽然江训出于好心3次指出了女主人的语气问题，但是他抿起的嘴角似乎有着自己的想法。当2只狗在马路上再次相遇时，众人都捏了把汗。然而他们只是打了个照面就继续前行了。从没训练过的狗能有这样的成果，实属不可思议。也许是女主人曾经的无知才耽误了天才狗的诞生吧。他们对摘下面罩的顺心进行了最后的测试，此刻的他已经完全没有了猛犬的凶猛。看来没有训不好的狗，只有不会训的主人啊。 근데 제가 보니까 오늘 보니까 얘네들 다 착한 분리 같아. 운동도 하고 산책도 하고. 근데 보호자님은 짜증만 냈던 것 같아. 训犬师的直白让女主人低下了头。其实2只狗并非无可救药的那种，从测试结果来看，它们都属于正常的橙色警戒范畴。让2只不对付的狗一起散步本就不合适，以后分别带它们出门才是最好的。再加上屁链的存在可以减轻主人的压力，相信双管齐下2只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从反馈视频来看，它让顺心和阿库分房生活了。在专业训练后，他们的听话指数直线上升。看来正确的方法远比想象的要重要。其实今天的节目不仅仅是一次狗狗的行为矫正，它更像一堂关于权力、边界与责任的深刻心理学课。每个角色都在失控的关系中扮演了共谋者，而最终的救赎在于权威的重建与自我的觉醒。其实阿库的沉静本性在顺心的持续侵扰下，让他最终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。他一开始也尝试去忍耐顺心的霸凌，但当他发现主人根本不会保护他时，他就陷入了习得性无助，最终撕咬成为了他保护自己的唯一手段。他并非是天生的恶犬，他的低吼与审视完全是对女主人领袖资格的彻底否定。而顺心的霸凌行为没有被制止，就是一种默许。女主人事后的偏袒更强化了她受害者的心态，她在室外对同类表现出的攻击性，也正是主人没有管教好的结果。其实女主人才是这场悲剧的核心，她用栅栏构建了爱的牢笼，却忽略了公平和规则才是他们最需要的。而且面对训犬师的指责时，她的不屑一笑和委屈泪水是典型的心理防御，用来回避自己是问题根源这一不堪的真相。更别提她的情绪化指令只是在发泄而已。想必狗狗已经经历过无数次这样的场景了。其实江训只想让女主人明白，爱不是纵容，而是给狗狗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和正确的引导。真正的爱是成为那座可靠的山，并非将自己与所爱之人一同困在由恐惧和软弱铸成的迷宫之中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节目见。